跌入海的月色，跟随风起落，吹开明丽红尘，我初见星河，一生天地山河，千年你的我，不怕土与莲言悲歌。你在前的光影，沿着梦裂波，锋芒涅槃入我，重燃了喜乐，隐遁于尘海色，紧随你跋涉，不惧像巨浪荆棘波折。你见过我桀骜的、清晰的、赤诚的心，从被名利过，带着他地成河的笑容去奔赴辽阔。每一丝丝、一缕缕金丝珠，放在我生命展开云朵，它奔腾般喜镌刻。一只水饺，一只虾，思念金牌虾水饺，邀您观看高光时刻。还请陛下恩准，臣前往西南，协调各州府，赈济灾情。胡闹！你可知西南现在是龙潭虎穴？臣知道。清理好了吗？大人放心，几处寺庙和关衙外的灾民都清理干净了。这2日，粥棚里的东西也都换好了，绝对让胡珠夫人一点都见不到。原本上书是为了求赈灾的粮食，没想到这越州的粮食没有到，胡珠夫人却先来了。她可是射杀老左蒲敦王的厉害角色，不好搪塞呀。嘿，大人啊，你我与都中这些人周旋多年，还不知道这点事儿？一介女流，哪有什么赈灾的本事呀？据说这位胡珠夫人出身流觞方氏，是青海宫门下的学生，后来才进献给陛下。真来西平港办事的人未必是他，只不过呢，他要这份功劳而已。就按先前说好的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好言好语的陪着，事后大笔珠宝华服奉送。他眼里看不见灾民，心里也不挂住此事。到时候等越州的粮食一到，咱们再恭恭敬敬的把他送回去就是了。但愿如此吧，百里先生。刘大人，胡珠夫人的车辇队伍已经快到了。恭迎胡珠夫人。多谢刘大人，多谢诸位大人，有劳了。这是臣应尽职责。夫人舟车劳顿，请先到城内的馆驿歇息，稍后臣为您接风洗尘。如今灾情期间，一切还是能免则免。大人不如直接与本宫说说线下各州府的情况。本宫还想去粮仓还有粥棚看一看，看能为百姓们做些什么。啊，胡珠夫人，这越州的粮食没到啊，想要灾情平息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再者，夫人您长途跋涉而来，也需要稍作休整。也好。这位是？啊，草民是西平港商会的会长百里元。姓百里，可是皖州南怀的百里？正是，夫人好见识呀。
只是如今百里氏衰微，已许多年不曾有人提及这个了。方氏与百里氏是世家，本宫自然知晓。说起来，你我两辈祖上还有渊源呢。是，先祖确实与刘长方氏有些联系啊，这也实是草民之幸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西平港地处偏僻，没什么好酒好菜奉给夫人，还望夫人恕罪。这一杯，刘某敬夫人，祝夫人青春永驻。祝夫人青春永驻。刘大人过谦了。西平港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本宫一路走过来，看到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，倒是比都中还要强些呢。夫人，您过奖了。胡珠夫人身份高贵，待陛下出使西南探视灾情，西南官民受宠若惊，不敢怠慢。酒宴粗陋，只是想表达刘大人与西南百姓的一番心意，还望夫人不要嫌弃。各位的盛情，本宫心领了。眼下本宫确有一不情之请。夫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臣一定尽力。本宫听闻城里的歌舞戏极好，白日里无聊，本宫也不爱出去走动。若方便的话，可否将他们请到府里表演上几出，让本宫解闷？臣明日就去办。来，我等再敬胡珠夫人一杯，感谢夫人庇佑我西平港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臣先干为敬。这鲛珠啊，果然神效。再过几日啊，青海宫便可行走如常了。鲛珠只能去除已生成的毒血，无法除根，不过是虚应付一些日子而已。青海宫，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。奴婢参见青海宫。内官免礼。这是陛下让典膳局特意给您做的滋补膳食，青海宫要多用一些啊。那奴婢就给您放在这儿了。多谢内官。我昏睡多日，不知宫中什么情形。回青海宫的话，宫中一切如常，只是陛下不能经常来探望青海宫，以免泄露青海宫中毒的行迹，所以就让奴婢前来了。陛下，青海宫到了。陛下，朕不是要你好生休养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谢陛下关心，臣已经好多了。气色是好多了，但还是不能随意走动，快回去歇着。陛下，纯容妃何时去了西平港？是谁这么闲告诉你这个？我昏迷的时候，你在我耳边说的。凡事只要牵扯到他，你倒是毫不放松。他走了很久了，你追不上，也叫不回来。为何让他去？方海市的微臣之意，真是深得你的真传。他言之凿凿，听闻朝中有要他去赈灾的呼声，他便势必要做个表率。朕看他对西南的情势确有把握，便准了他的请求。
方海市不是笼中鸟，他只有展翅高飞，才能真正的快乐。陛下，臣请命去西平港，协助赈济灾情。建民，西平港什么情况，你我再清楚。我当然知道西平港现在是龙潭虎穴，但你现在的身体经不起舟车劳顿，正为了找救你的法子，说是呕心沥血也不为过了。你担心方海市，你又将自己置于何处？你这样辜负朕，你又何忍？我知道你放心不下，可你能护得了他一时，能护得了他一世吗？朕的意思是说，朕瞧这方海市是个有主见、有法子的人，他定能独当一面。建明，有些事你也该放下了。纯容妃慢些。眼下情况如何？我们仔细探查过，西平港内确实聚集了大批民众，观仪周围的民众也不像是普通的老百姓。可有的时候，地方官员隐瞒实情，报喜不报忧也是有的。我本想看看粮仓与各处舟棚的情况，看看这西平港到底有什么蹊跷。眼下，他们是不会让我看到什么实情的。去将我的衣裳拿来。是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了吧，那胡珠夫人就是纸做的老虎。她一个深宫女眷，又出身门阀，刘大人还真以为她会在意那些衣衫褴褛的灾民？哼，怕是在她的眼里，你我也只是蝼蚁啊。胡珠夫人只想要看戏，连你让底下人改过的那些假卷宗都用不着，可以收起来了。那些粮仓和舟棚，刘大人且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就按我们先前说的法子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纯容妃当真要去？别叫纯容妃了，就叫夫人吧。是。记住了，西平港大旱，百姓疾苦，所以我要为了百姓在屋中祈雨。一日不下雨，我就要在屋中继续祈祷，不会出去的。时不常让这身影在窗口晃一晃，拖住他们，能拖多久拖多久，拖到我回来为止。是，那我去举巡天之印。哎，不用了。你们好好守着吧。夫人，放心吧，你忘了我的出身了吗？我不会有事的。这刘昌平一直遮遮掩掩的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，我要去查清楚。夫人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我走了。排好队啊！下一个，领完粥的赶紧走啊！别磨叽。走走走，先走，动作快点，快点，别磨蹭，快！君夜，求求您再给一口吧。这几日粥棚吃的粥清亮的跟水一样，快点！再这样下去，快点！浑身虚浮，走不得路了。少废话！谢谢。这几日让你们喝米粥，有的喝就不错，你还想吃饱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上头有令，不许你们在城里聚集，再不散开，嘿嘿，粥是没有，鞭子倒是有一大顿。赶紧走！大人，我们不喝这米粥也行。就前些日子，富康还有那马嚼料，
只要能填肚子也行。滚！说废话！滚蛋！滚！都散了啊！果子儿，果子儿，你这整日把这些人赶来赶去的，我看你不像个队长，倒活像个猪官儿。要真是肥猪的话就好喽，今儿就能吃顿好的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尝过肉味，吃杂碎汤吃到我这嘴里，整日发苦。哎呦！再是荒年，西平港的守军也自有军饷，不吃地方上的粮，不至于短缺至此。怎么听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，竟有人连守军的口粮也敢克扣？大家起来！走了，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我赶紧走！走！不要赶我们出城！城里还有个猪棚，夫君真没活路了。也怪你们倒霉啊！大人，突然来了一位狐猪夫人，时机好啊！你们要真成了饿死鬼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可千万别来找我，都去找他啊！走！姑娘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先去前面的山坳里待几日，等狐珠夫人走了，咱们再设法回城。哦，我看这情况，多半是回不去了。这前面山坳里住几日，要实在回不去西平港，咱们也得跟附近那些人一样，去越州。你怎么整日净讲这些丧气话？真跟他们一样去逃荒了，还能有活路吗？又不是我赶你出来的，你冲我撒什么气啊？小鱼，少说两句吧。阿花和他弟弟走散，这一出了城，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。阿花从林子里找的，垫垫肚子。我不饿，不吃了。别客气，给你就拿着吧。你这会儿不饿，明日也饿了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能吃啥。这越州丰产，我看大家都逃走了，咱们为什么不逃啊？你也是周边府县的人吧？西平港大旱已久，粮食欠收，这周边早就没什么可吃的了，都想往越州去。可就凭一双脚，又有几个能走到越州？大多数都死在半路了。可是，这留在西平港又有什么出路啊？原来是有的，城里东西2个市场都设了粥棚，早晚施粥。虽然煮的不过是一些富糠燕麦一类的马嚼料，但勉强能活人。给人吃马嚼料？咱们这些平头百姓不吃马嚼料，难道想吃白米不成？可是，这西平港的粮仓里面放的不是白米吗？粮仓里那些白花花的大米，早在几个月前还算太平的时候，就被刘长平带着底下的那些人偷出来卖给有船队的豪绅了。粮仓里早就只剩成堆的马嚼料了。是啊，我听说这几日连守军都吃不上白米了。可他这么做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所以啊，我们这不是被赶出来了？都说狐珠夫人是龙尾神的使者，可是她没带来粮食，反而带来了更坏的事。刘长平和商会的那些人没哄他们卖白米换马嚼料的事情露馅儿，把所剩不多的大米搬出来布置了几个粮仓，又把粥棚里的杂碎汤换成了米汤。可是城里养不住那么多人啊，又要担心狐珠夫人看出问题，就把我们一批一批的往城外轰赶了。刘大人，玉姑，本官来给夫人请安。有劳刘大人了。
胡珠夫人说，西平港久旱，官员皆苦，她要在房中为西平港祝祷祈雨，就不见客了。啊，夫人想看戏，我已经把戏班子找好了，不如给夫人送来，让夫人在这儿看上几出。有劳刘大人，不过祝祷之事最需要专注静心。夫人说她已经发愿，在结束之前不会离开房间。歌舞戏之事没有什么要紧，以后再看也不迟。那晚些，我叫人送些素菜过来。夫人来到西平港闭门不出，下官招待不周，心中始终难安。刘大人，玉姑已经说了，祝祷不可分心，你却在此不停叙说，着实恼人。你的一片心意，我是知道的，晚几日再领受，应该也不迟。是，夫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下官竭力去办。多谢大人。下官告辞。一只水饺一只虾，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，水饺吃思念，好运在虎年。思念金牌虾水饺，邀您继续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大人，这胡珠夫人还真是能装神弄鬼，我看她根本无心赈灾，又怕陛下怪罪，才弄出这样的名堂。若是这样，反倒安心。大人觉得有什么不妥？你听她今日的声音，可与此前有所不同啊？有些像，但似乎又不太一样。大人，难道屋子里的是假的？真的早已离开馆驿，去探查城中的虚实了？派人夜探馆驿，查明真假。是。人走了。夫人，已无动静。岳州那边的消息有了吗？哦。岳州运粮的船还没出发，还未出发。可是我们离宫时，陛下说岳州赈灾的粮食已经准备妥当了呀。商会说海上风浪大，不适合行船。可眼下根本就不是风浪大的季节，他们就是想故意拖延。夫人，这如何是好？不如向陛下求助吧。来不及了，你去拿笔来，我给岳州那边写信。你看清楚了。房间里确实是胡珠夫人。是，看清楚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刘大人，夫人不出门倒是好事，只不过这赈灾的粮迟迟不到，她待得久了，我们的那点白米怕是会撑不住。百里先生，你认为该如何做？他既然说自己要为西平港祈雨，那我们不如就将计就计。夫人，这消息传出去，运粮的海船就会出发吗？要等。等什么？等雨。陛下，请准臣前往西平港协助赈灾。才刚好一些，你又要折腾。臣刚得知，西平港的赈灾粮迟迟未到，照此行事，
无粮必乱。若暴乱起，还是纯容妃肯定不会镇压灾民，但有心之人可能会利用暴乱威胁她的性命。请陛下准臣立刻出发西平港。这次朕给方海市带足了人手，更何况他思维敏捷又懂得变通，对西南的状况比你我想象的更是了解。朕相信他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他都会有对策。你若还是担心，朕便再加派得力人手去他身边。但你必须留在都中，给朕好好养伤。这也许是生死危机，他的事，臣不想假手于他人。西南路遥，路途难行，你去了又能如何？朕知你担心方海市，可眼下更令人担心的是你的身子。臣知道陛下关心臣，但臣时日无多。如果没有办法看到他平安归来，即便是死，臣也无法安心。给朕起来！你这个倔骨头！朕知道，朕现在跟你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你的心意。多少军国大事，你都能不动声色，偏偏摊上他的事情，你就……行了，你去吧。朕已令人寻找更多鲛珠，现有的鲛珠已命御医磨成粉末。离开之前记得把它带上。臣遵旨。建冕，你给我记住，朕放你走了，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公爷，青海公，去越州的人都点派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。催粮之事也要同步进行，跟随我的人手可备好。都已经备齐了。传令下去，避人耳目，各自出发。我走了之后，宫里面也要加强轮值，多安排人手，不可缺岗。入夜之后，宫里的宫门不可再开，你盯紧一点，不可有任何的差错。是，公爷。青海公，这是路上所用药物，下官已全部制成了丸药。还有，这是剩余的鲛珠粉，就只剩这么多了。你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，早日返程，若不然……多谢，我会留心。青海公，早去早回啊！什么？方建明出城了？确实，方建明无疑。看去的方向，应该是西平港。哼，他倒是聪明，看破了我的局。可惜啊，西南太远，想救方海市来不及了。多给点，谢谢。这里实在是太少了，别说吃饱了，就连垫垫肚子他也不够啊。有的吃就吃吧。我跟你说，那胡珠夫人虽然来了，但越州的米是一粒都没到。这粮食再不省着点吃，后面可就撑不下去了。快走走走走走！快走吧。这是什么呀？一粒米都没有，和清水一样，这么喝下去就饿死了。是啊，日日吃不饱。这胡珠夫人不就是来赈灾的吗？怎么会没有米呢？对呀，她来了，情况反而更糟了。这算怎么回事嘛？这是也没见他来周棚查看情况，他来做什么呀？吵吵什么？吵吵什么？胡珠夫人哪有时间管你们死活？每日忙着祈雨呢。祈雨？祈雨？这也没见着下雨啊。什么胡珠夫人幼年逢仙，都是假的。说不定就是因为他谎称遇仙，用不了2日，胡珠夫人在这西平港就待不下去了。
但愿如此吧。玉姑，这灾民很久没有吃到粮食了，所以才把这邪火发到胡珠夫人身上。现在这街口的灾民，我们还能略挡一二，可是人越来越多的话，恐怕会对夫人不利。不如这样，让夫人暂时离开西平港，等粮食一到再回来也不迟。刘大人，夫人正在诵经，是不可移步的。这灾民狂暴难以控制，要是有个万一，臣怎么向陛下交代呀？是啊，玉姑，可不能拿命开玩笑。夫人已经发愿了，西平港不下雨，她是不会走的。西平港都几个月没下雨了，就算胡珠夫人见过龙尾神，也不一定能够祈雨成功啊。还是，这真灵了！下雨了！参见胡珠夫人。诸位免礼，实在对不住，一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里。这雨来的可算及时啊！谢胡珠夫人护佑西平港。刘大人，西平港的粮食还剩多少？最多10日左右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开始便将粥熬稠了，用来赈济灾民吧。若是这样，顶多7、8日，越州的粮食还没有到。越州运送粮食的船已经出发了，3日之内便会到达西平港。诸位放心，若有任何问题，本宫一并担着。是。既然祈雨顺利，明日本宫就可以到处看看了。没有问题，葫芦夫人明日想去哪里，我等都会陪同。那明日便有劳诸位了。刘大人，既然粮食足够，赶出城的那些灾民也都放进来吧。臣这就叫人去办。哎呦！哎呀，这胡珠夫人呐，可真吓人了。是啊，能呼风唤雨，而且明明关在屋里，还知道外面灾民的情况。是啊，如此看来，他真的是见到过龙尾神，有些神通啊。是呀，这不能得罪他，吓人啊！是，真吓人呐。刘大人，看来咱们今夜要做些准备了。光爷，派出侦察的前锋可有带来具体的消息？在这儿。越州的运粮船出发了吗？是，今早有大征军突然登上海船，说奉胡珠夫人之令押送赈灾粮。我们的人尚未赶到，运粮船已经出发了。西平港情况如何？西平港昨日突下暴雨，灾民都说是胡珠夫人祈雨的功劳，暂时不会发生暴乱。好，立刻赶去西平港。是。
海船今晨已经出发了。你一直这么看着我，可是有事要问我？啊，是。奴婢想了一整夜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几日的事，想向您请教。但问无妨。夫人会秘术，能降雨？当然不会。那为何您说下雨就真的下雨了？你可曾注意到，咱们第一日来这里的时候，院子里开了一种红色的花。这种花在当地肯定不多见，但是在我家乡却时常见到。这花叫风雨花，对水汽十分的敏感。若这花突然绽放，开得格外艳丽，就说明7日之内必定会降雨。我来的第1日，便看到这花开得十分艳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可为何下了雨，越州商会就会放运粮的海船出海呢？南方形势复杂，但大多数人都是供奉龙尾神的。我因为幼时接触过龙尾神，而被陛下封为狐珠夫人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那些官商未必真的信我，所以若是降雨成功，他们便会升起敬畏之心。只要给的压力足够大，他们便会听命行事。足够的压力，就是陛下的大征军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不情之请，臣想在季风馆拨一些人手，还要调一些大征军秘密随行，兵分2路前往越州还有西平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准。这2路大征军到达了当地以后，都潜伏暗处，听我命令。我给越州发出的命令便是：一旦西平港有降雨的消息，他们便控制运粮出海的船只。您这是戳中了人心。如果对方并不信奉龙尾神，又是硬骨头，岂不是有风险？那便以巡天之印杀抗命之人，以儆效尤。原来您早就把巡天之印给了在越州的大征军手里。好在兵不血刃，船已经在路上了。夫人心思缜密，智谋过人，若非女子，实该出将入相。南方的势力本就盘根错节，一时半会儿我也摸不清楚。不说这些了，准备出发吧。在赈灾粮到达之前，要将西平港的蛀虫们好好清一清了。依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足够撑到越州的运粮船到达之日，让灾民们都吃到白米，还多亏了刘大人与百里先生。草民不敢鞠躬。来人，考虑到西平港支调不便，临行前，我特向陛下请命，除了在季风馆调人以外，陛下还派了一队大征的军队跟着我。今晨，这队大征军去了军营。克扣军粮，
以次充好，私开粮仓，买卖存粮，这桩桩件件，足够刘大人与百里先生及其他涉事官员掉100回脑袋了。若不是你们罔顾民生，西平港何以落入今日境地？臣无话可说。那你呢，百里先生？你可是皖州南怀百里氏的后裔，坐拥半个西南的豪商啊！夫人果然是聪慧过人，胆识过人，谋断过人。我百里园亦没什么可分辨的。那好，将他们拉下去，就地枭首。慢着，此事皆出自我一个人主意，枭首也好，凌迟也罢，与刘大人无关。刘昌平可是这西平港的刺史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你竟说与他无关？夫人可知道1斤白米可以换多少马嚼料？10斤，在我的手里可以设法换到14斤。西南大旱的消息，数月前我们已向朝廷报奏，可报信的折子却总也递不到陛下的案头。等越州的拨粮，却迟迟等不来。海上季季都刮着大风啊！贩卖茶叶丝绸去汉州的船日日走的，运粮食来西平港的船却日日走不得。刘大人无奈，只能开仓卖粮自救。这几个月来，我们几乎卖光了西平港所有的白米，再用金子全部换回了马嚼料。正因为如此，所有人才能勉强报复到今日。这是大罪。从夫人您进西平港的第1日，我就料想到会有今日。如果不是为了在您面前粉饰太平、驱赶灾民，刘大人从头到脚都可以称得上是个好官。您看看刘大人的脸色，他自年初以来殚精竭虑，但整日里能入口的也只有这些马嚼料。臣有罪。夫人，既代天巡狩，朝廷的法度不能乱。夫人，刘大人这样的官，夫人当真要杀吗？不必再说了，有罪就是有罪。别说这刘大人，夫人，刘大人是这是非对错，本宫不会听信一面之词。刘昌平，若你问心无愧，你便好好活着，本宫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此事，本宫一定会查清楚。遵命。越州运粮船即日会到达西平港，湖州夫人下令开仓赈灾，所有背井离乡、无处可去的灾民亦可领取。周鹏会日夜施粥，人人有份。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粮食吃了！多亏了湖州夫人，这是我的救星啊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这是我们的救星啊！哎，你们看手里有锅！愿奉湖州夫人光，不奉神使。神使啊！湖州夫人，公爷，咱们不去见湖州夫人？湖州夫人已经把形势稳定好了，你我暗中保护她即可。是。
一时分寸的针妥帖我们，凉风细月推朱门，空荡不恨，这现实安稳太适合牺牲。缄默一万列的天真，几种用伴隐忍，浪费余生。时光再蛮横，也要百尺子骨骼，思念倒不必借你回忆来傍身。当时风华纷纷，应是好时辰，何故要端坐风月里孤身？想再丹青的城，篝火令笔墨的人，不肯用灵魂相认。望你余生涉水而去的孤独，就不要至于我在的篇幅，为你踏平的路，铭定在我的眉目，落成生动的写